吹哨人爆料，于朦胧被用最恶毒的3个字辱骂。他生前参演的几部剧，剧名和结局竟然出现惊人巧合。于朦胧案子的火竟然烧到了台湾女星杨丞琳的家里，全网都在找的关键人物经纪人杜强，被曝疑似就藏身在杨丞琳的豪宅之中，而这条逃亡路线的铺路人，被指正是她的丈夫李荣浩。而易烊千玺终于回应了那个诡异的叠石头直播，却引发更多质疑。与此同时，一份来自美国的法医侧写报告横空出世，直接打脸官方通报。从台北的避风港到北京深夜的诡异直播，今天我们就来扒开这张横跨两岸、沾满鲜血的黑色关系网。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袁成。于朦胧出事后，他的经纪人杜强，化名杜以成，曾经传出逃到台湾。最新传闻说，他藏在了歌星杨丞琳的家里。此前有网友扒出杨丞琳的老公李荣浩在北京的房产就在朝阳区的阳光上东社区，这个地方正是于朦胧不幸离世的那个小区，也就是案发第一现场。不久前，杨丞琳突然向台湾粉丝喊话，想念台湾，并准备回台湾跨年后，曾有网友质疑，是不是他和李荣浩在案发当晚听到了什么不该听到的声音，因此回台湾躲避灾祸。不料，最近有网友爆出，杨丞琳夫妇和杜强关系密切，杜强曾经是李荣浩的经纪人。除此以外，早在2017年，杜强就跟李荣浩合作过《戒烟》《祝你幸福》这些歌。同年，杨丞琳那首《1001个愿望》音乐制作助理也是杜强。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炸锅了，有人质疑，这3个人到底只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交很深？还有网友指出，杨丞琳回台湾的时间点跟传闻中杜强离境的时间点高度重叠。有人大胆推测，杜强是不是真的已经逃到了台湾，甚至就住在杨丞琳家里避风头？甚至有网友评论说，杜强经手的艺人乔任梁2016年走了，武僧秋风2024年车祸走了，于朦胧2025年坠楼了，怎么就李荣浩全身而退？是因为李荣浩有背景，还是因为娶了台湾老婆，那边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当然，这些目前都是网友的推测，没有官方证实。但杨丞琳在演唱会上玩倒挂的表演，也被一些网友解读成是在暗示什么，甚至是暗示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您觉得这是在过度解读，还是真的有什么信号？请在评论区告诉我。认为是过度解读的，可以打个1，否则请打个2。说完台湾那边，咱们再把视线转回大陆。于朦胧头七前后，易烊千玺那个著名的叠石头直播，大家还记得吧？全程叹气，一句话不说，就在那叠石头。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太诡异了，有人认为这是在默默为于朦胧发声，也有人怀疑这是在搞什么祭祀，或者被胁迫了。最近，易烊千玺接受杂志专访，终于开口解释这件事了。他说，那次直播是演唱会结束后的即兴安排，因为8年没直播了，想找个方式跟粉丝互动，最后选了叠石头作为一种静态表达。他强调，这无关热搜或其他政治意味，只是为了让自己整理情绪，给粉丝一个安静的陪伴。他还特意提到了于朦胧，说于朦胧的骤逝给他和粉丝带来了沉重冲击，让他开始重视心理健康和工作节奏。但是这番话并没有平息质疑，很多网友觉得这套说辞太官方了，特别是提到心理健康这个词，简直就是在呼应官方给于朦胧定的自杀或者酒后意外的调子，涉嫌在帮官方洗地。大家翻出了他8、9月举办的雀穴巡回演唱会，发现里面有大量泥偶、祭祀舞蹈的元素，造型非常诡异。工作室甚至还让粉丝带泥土进场。这一连串的操作，让人很难相信那个叠石头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静态表达，反而更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还有深挖出来的关系网显示，易烊千玺跟一个叫易树的大佬关系密切，管人家叫老舅。而这个易树早在2010年就被已故男星乔任梁公开喊话，说是仇人和敌人。这一环套一环的，怎么看都不简单。接下来先说一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大食局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优惠产品，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我很喜欢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做成果冻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从效果上，它真能帮助细胞修复，降低发炎，提升免疫力。年轻人如果熬夜后吃一条，皮肤不容易爆痘。还有位朋友经常口腔溃疡，试吃了这个红海参修复凝胶后，修复得很快，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这都是小炎症，还有些用户反馈，吃了之后痛风发作频率明显下降了，血糖恢复正常了，失眠减轻了等等。有位宋大姐自己吃了觉得很好，成了铁杆回头客。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食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接下来这部分非常硬核，有一位自称法庭侧写师的专家，我们暂且叫他 LA 先生，据说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国际法医检察员与调查员学院的专家。他通过一位观众给自媒体人李大宇发了一份关于于朦胧案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虽然是基于公开信息做的侧写，但逻辑非常严密，直接打脸了草草结案的说法。第一，关于伪造现场， LA 先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掩饰与伪造。他说，如果尸体的位置距离建筑物较远，那就表明人是被用力推出去的，而不是自己掉下去的。更关键的是，犯罪者往往会通过摆放尸体或者清理现场来掩盖真相。但他指出一个悖论，凶手在现场停留越久，清理得越干净，留下的线索其实越多。第二，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根据他在美国警界的经验，那些会在杀人后还停下来清洁、整理现场的凶手，绝大多数都是受害者的熟人或者亲密伴侣，而且通常就是那个地方的居民。因为只有觉得自己跟现场关联度太高的人，才会冒险花时间去清理，陌生人杀完人早就跑了。第三，缺失的程序。LA 先生质疑，案发后有没有进行过法医摄影，有没有做独立的第2次尸检，有没有提取血液样本做毒理学报告。这些在国际上是标准程序，特别是面对这么大公众质疑的时候。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官方迅速定性意外。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在专业人士眼里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如果不只是人为的掩盖，还有更黑暗的动机呢？最近，关于另一位去世的网红武僧邱锋的生前直播也被扒了出来。邱锋是在2024年8月离奇车祸身亡。在他生前的一段直播里，他说过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他说，有人在网上留言夸他，不是夸眼睛鼻子，而是夸他头骨好看。他说，当时看到这句话，整个后背发凉，那种恐惧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甚至有人说，等他100年之后，要留着他的头骨当纪念品。网友们联想到北京798艺术馆里有一具疑似武打造型的人体标本，特征跟邱锋非常像，甚至连青筋的位置都一样。再回头看于朦胧，他生前参演的几部剧，剧名和结局，现在看来简直就是死亡倒数。从2017年的《三生三世》
到2020年的两世欢，再到2024年的一伞烟雨，还有那个2025年的临江仙。网友指出，临和陵发音相近，这几部剧名第一个字连起来看就是321而于朦胧在剧中的角色也似乎有某种预告，从三生三世的上神到两世欢的半人半神，再到一伞烟雨里结局剖腹取丹，还有那个临江仙被网友解读为你将仙，你要成仙了。特别是一伞烟雨，网友分析说，这简直就是为他定制的剧本杀。剧宣的时候还给他办了一场唐朝婚礼，说是为了安抚未婚而逝的亡魂。现在回想起来，于朦胧当时在现场情绪低落，他是不是早就感觉到了什么？这看起来似乎不仅仅是巧合，而更像是一种权贵阶层在娱乐圈玩的我们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残酷游戏。除了外部的重重疑云，于朦胧生前在公司内部的遭遇，最近也被一位勇敢的大陆博主石老师曝光了。这位博主为了给于朦胧发声，账号频繁被限制，但他还是爆出了猛料。据他透露，于朦胧在天娱传媒的日子其实非常难过，公司高层曾经指着鼻子骂他是赔钱货，说给他2个大姐级别的资源他都接不住，还质问他在想什么。这里提到的大姐，网传其中一位是田海蓉，另一位是姓李的，名字是蝶字的女星。因为拒绝了这些所谓的资源，大家懂的，这在娱乐圈通常意味着什么？于朦胧手里的资源被迅速转移给了别的艺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出专辑也不让火，只能去拍戏路很窄的古装剧。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逃过最后的厄运。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于朦胧不仅仅是亡于那一晚的坠楼，在这之前，他精神上可能早就已经被这家吸血的公司，被这个肮脏的圈子凌迟了无数遍。最后，我们得说说为什么娱乐圈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沉默。知名评论家宋祖德最近道出了真相：中国娱乐圈的寒冬才刚刚开始。据制片人们透露，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叫“进组就是胜利”，什么意思？就是说能有戏拍就不错了，别挑了。宋祖德爆料，现在绝大部分导演和演员已经5、6年没戏拍了，过去那种住5星级酒店、坐头等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普通演员的片酬低得可怜，拍一部戏耗几个月，拿到手的钱也就2、3万人民币，还不如去餐厅端盘子或者进工厂打工赚得多。在这种极度内卷和贫穷的环境下，想进组，要么你有背景，要么你会来事儿，要么你就得接受潜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像于朦胧这样干净、不愿同流合污的人会被视为异类，甚至丢掉性命，而其他人为了保住饭碗，只能选择闭嘴，甚至被迫站队。于朦胧案，显然官方想让它就这样过去，想让我们忘记，但只要还有人在讨论，还有人在追问，真相就不会彻底被掩埋。那个叫 LA 的专家说了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在中国，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只能被迫接受官方给的所谓真相。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拒绝这个假象。关于杜强是不是真的躲在台湾，关于杨丞琳和李荣浩在这件事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会继续关注。如果您有什么内部消息，或者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